大家好，我是毛素西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星际种子来到地球上之后呢，都经受过哪些遭遇。首先要知道的是，我们携带着来自星际的印记，我们生来呢就是与众不同的。那种感觉呢，就像是我们跟别人从不同的频道来获知信息，我们似乎生来就有一根自带的天线，而来自那根自带天线的声音呢，深深地触动着我们的心。也正是来自那根天线的声音，才可以让我们继续坚持下去。但是呢，其他人似乎都不能接通这根天线，对我们来讲非常神圣的事情，其他人却选择无视。其实呢，这是我们自己在拼凑自己灵魂碎片的过程，最终我们的星际记忆得以重现。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，我们来到地球之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们已经在地球上经历了数不尽的轮回。有时候我们把自己伪装得很好，短暂地体验到融入地球的生活，但是到最后我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们在伪装自己的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感觉不舒服。有时候我们会病得很重，甚至因此而丧命。然后我们又进行下一次轮回，一次新的尝试。我们有着自己内在的行事准则，可是这套行事准则似乎跟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有冲突。我们服从于自己内在的这套体系，身边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行事风格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伤害。同时，我们所做的事情似乎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，这些常常让我们困惑，又常常让我们陷入麻烦之中。这些麻烦直到今天也在持续着。第二，我们会选择独自一人生活，同时我们偶尔也会从陌生人那里得到慰藉。因为我们只能很短暂地融入地球的生活，所以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选择一个人活着。我们不被周围的人理解和接受，可是同时我们又在不停地寻找。我们仍然流着泪望向星空，我们渴望有人带我们回家。有时候遇到那些看起来可以理解我们的人，我们会觉得充满了祝福。或许他们可以理解我们的感受，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人真好。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，交流我们内心最珍贵和最深沉的渴望。在那短短的一瞬间，我们感觉不再那么迷失和孤单了。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，也会从陌生人的眼中得到深深的慰藉。第三，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，有太多的不同。在肉体上，我们也跟大多数人不同。比如说我们生病了，我们的体温会下降而不是上升，我们的骨骼也异于常人，我们的身体灵活度似乎很高，但是我们最独特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双眼。我们有着看待自己和感知万事万物独特的方式，这绝对可以让我们跟大多数人区分开来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超越肉眼所看的一切，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，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到他们的灵魂，我们可以阅读人们脑中的想法以及他们最真实的感受。我们看得到他们过去式的生活，也看得到他们最真实的命运。这让我们身边的很多人感到不安。事实上，因为人们害怕被其他人看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，所以我们被憎恨和排挤。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去努力看透这些，只是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们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做到，这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。最后，我们在地球上
承受着难以承受之重，终于我们在大自然中得到慰藉。这个世界似乎从最初开始就对我们充满恶意，不论我们转世到什么时期或者是什么地区，我们试图用各种装甲来掩饰自己，掩盖自己的敏感和脆弱，可是这些似乎从来没有给过我们真正的保护。最后层层的装甲终于变成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，压得我们动弹不得。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脆弱，而且暴露着，因此我们就这样活着。我们一个人独居，与世隔绝，我们饱受孤寂还有误解。可是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困境，我们也一直在寻找可以回家的路，同时我们也无时不刻地在寻找慰藉，或是在友情之中，也或者是在爱情之中。可是那些常常都转瞬即逝。终于我们在大自然之中找到一种家的感觉，它像母亲一样拥抱着我们，它滋养着我们。在大自然中，我们可以放松，我们可以自由而深沉的呼吸，同时我们为重返世界的舞台积蓄力量。所以我们扮演过地球上各种各样的角色，我们体验过穷人和富人的生活，我们也体验过愚人和智者的身份，我们体验过强大和压迫的两个极端。然而这些都已经变得模糊了，我们已经看过而且经历过一切，然后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。所有的古老民族，所有的人类种族都是我们的子民，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，我们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，我们曾经是男人，也曾经是女人，我们年长过，也年轻过，我们曾经丑陋过，也曾经美丽过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扮演着所有的角色，这些都让我们产生了深深的疲惫之感。我们会问自己，到底还要无休止地重复多少次下去？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，成为过各种各样的人，但是仍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没有经历过，这是我们曾经寻找和渴望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也知道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回忆起来的事情，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到回家的路。所以这一切仅仅是开始。